曾是魔都最耀眼的纨绔子弟，家族权势滔天，风光无限。然而，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将你推入深渊，你被所谓的朋友灌醉，稀里糊涂的被丢进了小看的人间。谁曾想，苏荣荣竟是超级财阀的唯一继承人。苏家的一夜之间，家财得起，父母承受不住打击，当场暴毙。而你也从天之骄子沦落为人尽可欺的流浪汉。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你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历经数十年的挣扎。 奋斗，终于夺回一切，重临巅峰。然而代价却是下身残疾，无法传宗接代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你的悔恨化作一缕残魂，奇迹般的回到那个被陷害的夜晚。命运的齿轮重新转动。宿主绑定成功，罪恶值1111799，快速上升中。哼，系统罪恶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摆布。你，陆少杰，你醒了。 你别过来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冷静点，你要是脑子还在的话，就好好想想自己喝过什么。听见阿杰的话，苏荣荣迅速回忆了几秒。等等，什么叫脑子还在？就算是喝了什么，不也是你干的吗？就你那无耻的人品，难道还会有人陷害你不成？陆少杰什么德行，苏荣荣很清楚。大学4年，夜夜笙歌，醉生梦死，最后还舔着脸来追自己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铤而走险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你不信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说2件事：第一，我没碰过你。第二，这件事等我查清楚，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说完，陆少杰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苏荣荣愣了半天，没反应过来。呀，不是，谁要等你交代啊？混蛋，人渣，可恶，居然就这么跑了！等等，我的蕾丝呢？流氓，地痞，无耻败类！听着房间里苏荣荣的叫唤，阿杰茫然地掏出了口袋中的东西，貌似上辈子是想留作纪念来着。酒店大堂里，4个年轻人放肆大笑着，谈论的内容属实有些不堪入耳。 陆少怎么这么快出来了？没见性吗？想要什么新花样吗？兄弟们都给你备好喽，赶紧拿进去嗨皮吧！来人见陆少杰脸色冰冷，登时知道自己拍错马屁了。阿杰一把薅起眼前谄媚的张尊，这个馊主意就是他出的。上一世陆家衰败后，这几个立马调转枪头，对自己落井下石。很明显，这背后是早有预谋。不过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在捣鬼。 东西收起来，今天的事把嘴给我闭牢了。谁要是敢传出去，别怪我陆家翻脸不认人。等陆少杰走后，几人才从冰冷的杀意中清醒过来。奇怪，杰少怎么跟平时不一样了？这是发什么邪火呢？此时，陆少杰的长期套房里，苏荣荣把自己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，感觉并无异样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还好，最糟糕的情况没有发生。没想到这混蛋居然如此下作，竟然对我下药。可明明已经得逞了，为什么又突然放过我了呢？难不成真是有人算计？不对，这混蛋把我全身都看光了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 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找他讨个说法。罪恶值停止上升了，系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宿主目前罪恶值1111699，全是上一世所累积，最终需清除所有罪恶值，这便是重生的代价。要是清除不了呢？那上一世的厄运还是会降临，包括不孕不育。刚刚罪恶值下降了100点，看来是苏荣荣那边有转机了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能扭转一切。就在这时，陆少杰的手机响了起来。 兔崽子，你死哪去了？说没说过今天的事很重要？你还给老子玩失踪！要是这件事出了任何差池，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陆少杰这才想起来，好像就是这一天，1995年2月23，老陆决策失误，赌上了陆氏集团所有现金流，联合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等空头大佬，在债券市场掀起一场血雨腥风，最后以惨败收场。要不然也不会被苏家捡漏，一夜之间将陆氏连根拔起。现在是14点，还剩下最后2个小时，能不能改变一切，就看这一仗。 杰少，你终于来了。李丽和陆少杰并不对付，他是打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纨绔子，倒不是仗着陆总特助的身份，而是他自身就有这个实力。上一世陆少杰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明白，要征服这个女人，必须要有足以匹配的能力。丽丽姐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客气？又想玩什么花样？怎么很吃惊吗？不管你想干什么，请你记住，今天对你父亲乃至对整个陆氏集团来说都非常重要。看来我在他心中的形象真是到了难以言语的地步啊！一时半会儿是改不过来了。 多谢提醒，不过我希望丽丽姐今天可以好好配合我。上一世陆家倒台后，无数企业想要挖走李丽，没想到她却人间蒸发了。直到陆少杰重新振作，从头再来的时候，李丽才突然出现，帮助一穷二白的阿杰重振陆家。杰少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当然，我们手上有多少资金？1亿2千万。不够。杰少，
这可是1亿2千万啊！我们1个月工资才200多，1个多亿在这个年代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。这也是为什么万国和辽国发要拉陆氏下水的原因。这一次的多空对决已经焦灼很久了，目前多头稍稍占据上风，不管是对于辽国发还是万国证券，都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边缘。万国那边怎么说？管总半小时前就联系过我们了，一直在催我们进场。看来是真的等急了。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陆少杰心里清楚得很，万国证券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不然也不会许下巨大利益来诱惑陆氏集团下场。我们要不要有所表示？先不急，丽丽姐，联系与我们关系好的银行，我需要钱，越多越好，记住没有上限。不行，这件事我需要向陆总汇报。这一次我才是总负责人。抱歉，在特殊情况下，我有权解除你的权利，这是陆总的原话，除非你能有一个合适的理由。哼。果然是这样，原本以为陆少杰会暴跳如雷，甚至李丽已经想好如何解释了，却没想到他就像没事人一样，让人完全看不透。突然之间向银行借钱，会让对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，而且我做过备调，现在多空双方已经黔驴技穷，陆氏入场是最佳时机，目前1亿多的资金，完全可以帮空头力压全场。谁说我们要帮空头了？万国证券联合辽国发开启证券大战，身为魔都顶级纨绔子的你也被卷入其中。上一世也因为这次错误抉择，让家族陷入万劫不复，重生归来的你将彻底颠覆这场战役。哼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今天的陆少杰实在是太古怪了，让李丽有种看不透他深情的感觉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不成是陆总特意点拨了陆少杰？不，就算是这样，凭陆少杰的心智，也演不好这场戏才对啊。丽姐，相信以你的实力，一定对情报掌握得非常详细。当然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愚蠢！你说什么？李助理，请你动动你的脑子，这一场什么量级的战争？经过陆少杰一点拨，李丽很快就眉头紧皱，思绪也冷静下来。以她的专业素养，不该忽略如此重要的信息。可是根据我的了解，万国证券已经押上了一切，急缺胜负又分生死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觉得他们会没留下后手吗？李丽彻底愣住了。商场如战场，更何况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看谁家的底牌更多了。所以你现在能掌握的信息，都是他们想让你知道的。你真的是陆少杰吗？抱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李丽太过震撼了，这绝对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能看透的。难不成陆少杰以前都是在藏拙？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是那句话，我需要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接下来发生的事。丽姐，靠你了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联系。都愣着做什么？现在的价格是多少？报告杰少，148.21。这个管总还真是沉得住气呢。刚刚如此着急的打电话过来，其实就是要施压，想让陆氏集团进场当炮灰。一旦中经开动用后手，陆氏就会成为弃子，被多头围猎。到时候万国证券摸清了底牌，才会发动致命一击，而陆氏集团早就被啃得连渣都不剩了。哼。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辽国法有没有新的动作？杰少，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动作。昨天下午最后一笔交割之后，辽国发好像消失了。杰少，会不会是他们的资金池出了问题？不会，他们只不过藏起来，想当个黄雀罢了。陆少杰记得很清楚，辽国发就是敲响万国证券丧钟的背叛者。要不是他们在关键时候背叛，管总也不会输得那么彻底。4家银行2亿资金，10分钟内到账。不愧是李丽，几个电话就搞定了2亿资金，在这个时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。代价呢7%，半年，还算合理。杰少，还请你告诉我你的计划。重要吗？当然，我要对陆氏集团负责。李丽的表情异常坚定，上一世就是如此，只可惜2人没能走到最后。杰少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我们已经与万国达成了战略合作，而且照目前来看，空头的赢面很大，而且相信我，最多10分钟，辽国发的高家兄弟就会反水。这不可能，前期辽国发投入了所有资金。哼，壮士断腕，不得不承认，高家兄弟还是挺有魄力的。虽然这样一来，今后没人敢和高家合作，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。可是陆总说过，我们集团的理念就是诚信，要是背地反水，诚信？你所谓的诚信，不仅会让陆氏灰飞烟灭，还会导致无数散户彻底绝望，甚至走上极端。这样的诚信，是你想要看到的吗？李丽再度失声。要是陆少杰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一切……李丽，我知道你的能力，但是这个关键点你一定要想通。还有8分钟，你要么全力配合我，要么离开这里。别跟我说你带着父亲的命令来压我。陆氏始终姓陆。李丽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被陆少杰逼着做抉择。还有3分钟，我明白了。希望杰少真的是为集团考虑。当然，要是陆氏垮了，我还怎么做个纨绔子呢？这一刻的陆少杰真是让李丽哭笑不得。所有人听着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所有行动听杰少指挥，包括我，也要无条件听从杰少的指令。虽然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，但至少这一刻，李丽在陆少杰身上看到了陆总的影子。不应该说杰少的气场，甚至要远远超过陆总。管总，价格已经来到148.5块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高家兄弟联系上没有？一直都关机，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呵呵，今天是找不到了。鼠目寸光的家伙，
还真是墙头草啊！之前看着有利可图，求找我也要进场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竟然玩起了消失，恐怕是已经打定主意了吧？管总，要是高家兄弟反水，对我们来说可是不小的打击。一旦被确认的话，多头势力必然发力。现在的亏空是多少？18个小目标。陆爱军联系上没有？联系过了，陆总倒是给予了保证，不过这件事的指挥权他交给了他儿子。哼，老狐狸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！管总，虽然陆氏很强，可临时拼凑的话，他们最多也就只有1个亿左右，掌控不了大局。咱们是不是太高估陆氏了？你懂什么？陆氏好歹也是民营巨头，一旦陆氏下场，那些散户也该好好琢磨一下了。资金方面不足无所谓，我要借的是陆氏集团的事，再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务必开始行动。还有50分钟，一切就将尘埃落定。就算被过度神化的管总，此刻也不由手心冒汗。管总，不好了，辽国发撤资了，他们反手买了多。混蛋！好啊，好一个高家兄弟，在这时候捅我一刀，果然在利益面前就没有诚信可言。哼，想要弥补之前的损失，也要看我给不给这个机会，动用备用金。管总，这可是股民的钱，出了事算我的。此时管总已经疯狂了，不是生就是死。杰少，辽国发开始行动了，居然被他说中了。李李很难相信这一切，陆少杰竟然料事如神，对方的每一步似乎都在陆少杰的算计之下。留给高家兄弟的时间不多了。杰少，辽国发又买了2万手，但价格不增反降了。这不合理呀，那可是将近3000万的资金入场，怎么会没稳住局面，反而像是被砸了盘呢？查查看有没有大额空单抛出。不用查了，如果我是万国，一定会利用名下账号同时出击，大额资金只能砸下价格，却也会给市场留下反应的时间，看出万国黔驴技穷。管总不是傻子，不会这么干。李助理，杰少说的没错，的确出现了很多抛单，不过都是散户。他们是想刺激散户抛头，这样的手段肯定是精心准备了许久，难怪陆少杰刚刚自信地说万国还有后手，看来我的背调的确不算成功。孤注一掷了，就算躲过了这一劫，管总也没有将来了。杰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做过背调，万国的账面上还有这么多钱吗？没有，除非……想到了，他疯了，这样做的后果，万国根本就承担不起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一战恐怕没有胜者。杰少，我们还是将情况汇报给陆总吧，让他来定夺。事情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原本的预期，现在进场胜负难料。已经疯狂的管总，今天发生的一切注定会载入史册。你想眼睁睁看着散户家破人亡吗？对他们来说，这可能是一辈子的积蓄。这是他们自己贪婪，所以就活该去死吗？李黎不敢相信陆少杰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什么时候他杰少也在乎这些了？杰少，你下命令吧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接盘，有多少接多少。所有人接盘。随着陆氏的入场，身为多头领头羊的中金开这边也很快嗅到了趋势，有人出手了，不是散户干的。查，到底是谁？查到了，是第二交易所，没错，席位都是出自第二交易所，而且都是短时间开设的。背后是谁？陆氏集团。这一刻，中金开的高层也是震惊不已。这怎么可能？之前的消息不是万国与陆氏达成全面合作吗？自己申请的大额资金就是为了预防陆氏的杀入，可现在事情完全朝着反方向发展了。我们要不要出手？趁其病要其命，宣布利好消息，国债将按148.5元兑付。抱着痛打落水狗的心态，中金开的大笔资金也同时下场。小陆总，价格飙到151了，这整整2块钱啊，还在上涨。要是以这个价格收盘，陆氏集团无疑将会大赚一笔。这一刻，李丽不由高看了陆少杰一眼，荣辱不惊，面对巨大的成功，竟然还能沉得住气。杰少啊，别胜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该死的陆家，出尔反尔！陆氏的背叛让万国的筹码彻底输光，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输，还有机会，一定还有机会！证券之争多空对战，重生归来的你带领陆氏当场被刺，让万国证券彻底走向灭亡。众人庆祝之时，只有你还愁眉不展，因为这场战役没那么简单。杰少，我们赚大了，足足2元的上涨，盈利相当于翻了1倍，就算是对陆氏来说，也是无法想象的巨大利益。此时的李丽看向陆少杰的目光，存在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他是如何办到的？每一步都恰到好处，竟然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保证金还剩多少？1亿多一点，不够。不是，万国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这一战咱们赢了。是啊，杰少，万国的后手都用上了，初步预估万国这次亏损在40亿以上，这根本就不是万国可以承认得起的，除非是……李丽说着说着愣住了，从始至终，陆少杰的表情都没有变过，这说明是真的。杰少，这场战役才刚刚开始，离收市还有多久？10分钟，快了。上仪式的最后8分钟成了万国的绝唱，也让无数散户从天堂跌入地狱。收盘的1小时内，不知多少人站上了天台。而陆少杰想要阻止的就是悲剧的发生。万国证券为逃避误判大势导致的巨额亏损，利用规则漏洞巨量砸盘，这也是万国最后的疯狂。而这一次的疯狂导致了多头集体爆仓，玩不起的万国要掀桌子了。一会不管什么原因，不管多大的空单，咱们都接下。杰少，我们最多还能接30万口。
陆氏集团确实捏着巨额资金，可这些钱都换了国债，这点时间根本无法套现，剩余的保证金无法支撑空单的买入。他万国敢钻漏洞掀桌子，我就敢开外挂，把它压下去。国债期货交易规则中，保证金控制和持仓限额是两大主要机制。规则中，保证金只是逐日定式，所以无法实时控制每笔交易的保证金是否足够。为规避交易所的限制，市场无论做多或做空，都会外界席位开仓，这些就是管总的倚仗，他就是在赌交易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取消那几笔交易。杰少，出事了，90万口空单砸盘。不可能，万国没有这么多钱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所有人都傻眼了，不管是散户还是中金开，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价格瞬间被打压了5毛。这不仅仅是财富的缩水，更是可怕的跳水信号。照单全收。可是杰少，我们的保证金不足，交易所无法实时控制每笔交易的保证金，不用管它，只要万国敢抛，我们就接。杰少，这可是违规啊！我知道，不仅仅是违规，甚至可能是违法。万国也没有保证金，他们纯粹只是为了砸盘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会。李丽很快就明白了陆少杰的意思，也猜到了其中的猫腻。要是真的存在违规操作，交易所最后一定会给出一个明确答复，要不然市场就会彻底崩塌。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可散户呢？你觉得有多少人有勇气面对突然而至的倾家荡产？陆少杰的问题，李丽无法回答。市场本就危险，入市需谨慎，这个道理从一开始就灌输给了每一个投资者。可话虽如此，又有多少投资者能够坚持得住？一旦价格被击穿，无数投资者都会，这个后果太可怕，李丽无法想象。各位，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与陆氏集团无关，也与你们无关。今天的交易由我全权负责。此刻，李丽已经下定决心，陆少杰是陆氏集团的少东家，是未来的掌舵人，一定不能出事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买，不管多少抛单，我们都接着。杰少，又有2笔90万口的空单出现了，继续吃，稳住现有的价格，不管多少，我们全都吃进。疯了，全都疯了！中金开高层此刻满头冷汗，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给我打电话，打电话！万国的电话打不通，所有人傻眼了，看着多空双方的博弈，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认知。万国狗急跳墙，陆氏接替中金开的多头位置，全力保驾护航，直到16点30分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价格稳定在了150.6元，多头依旧盈利，绝大部分的散户保住了自己的。不管是谁也没想到，在最后的8分钟内出现了2070万口空单，这可是价值4000多亿的博弈，空单本身的价值竟然要超出国债部分数倍不止。说实话，谁都没料到万国会彻底疯狂，然而陆氏却像洞察先机一般，双手死死地卡在万国的脖子之上。陆氏又是陆氏，该死！管总完了，万国完了，证券帝国一日崩塌。李助理，要辛苦你一下了，直接去交易所吧。杰少您放心，今天的交易是我全权负责的。你想多了，原本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李丽诧异地看向陆少杰，陆氏集团还轮不到你来承担责任。可是杰少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李丽，记住我的话，陆氏还没到让你一个女人顶雷的地步，你先去交易所，不管最终的处罚结果如何，我们一力承担，不要讨价还价，我们也不是受害者。记住一点，陆氏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杰少，万一没有万一，放心吧，权宜之下，两者选其轻，交易所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交易所还要感谢陆氏，在所有人没反应过来之际，是陆氏挺身而出。虽然这些话不能被拿到明面上来说。我明白了，杰少。李丽望着陆少杰的眼睛，这一刻甚至有种迷失的感觉。曾几何时，自己眼中的纨绔子弟，竟然成长到这样的地步。罪恶值1110000，任务出路锋芒已完成，自主任务完成度89%，评分完美，奖励酒神体验卡1张，竟然还有奖励，这倒是我没有料到的，有点意思。等等，我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不草，苏蓉蓉怎么把这位大佬给忘记了？李助理，交易所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要出去一趟，有事随时汇报啊。杰少，注意安全啊！什么？人已经走了？是的，杰少，您的客人我们也拦不住啊。走的时候脸色怎么样？这个吗？照实说，不是很好看。杰少，如果有什么是我们酒店能够帮上忙啊，你尽管开口。就这么走了，一没哭二没闹的，不愧是苏家的掌上明珠啊！越是风平浪静，越是代表风暴即将来临。上一世可没少吃他的亏。一想到苏家的猛烈报复，陆少杰就有些头疼。苏蓉蓉的手段，他可不想再尝试一次。突然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，陆少杰下意识地踩下刹车，出事了。等陆少杰停下来的时候，前面的面包车已经撞到人了。眼前的一幕瞬间唤起了他尘封久远的记忆。上一世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样的车祸，不过上一世是因为自己办了苏蓉蓉之后大脑过于兴奋，加上手脚无力才酿成的事故。只不过当时自己没当回事，反正自己是直行又不是过错方，就直接开车走了。后来交警上门核实情况才知道，被面包车撞到的路人因送医不及时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死了。重生一世，这次又该如何抉择呢？陆少杰仅仅考虑了1秒，就走过去背起了地上的老头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报警啊！报警！对，报警！报警电话多少来着？
等警察来了，肇事说，没等面包车司机反应，陆少杰就把老头放在了车上，一脚油门就轰了出去。原本对他来说，这场车祸并没有多少责任，最多也就是没有及时发现路况。从交规来讲，面包车本就应该让行，就算老人死了，对陆少杰来说，最多也就是良心谴责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要是老人死在自己车上，那就是10张嘴也说不清了。刚到医院，老人就被送进了抢救室，所有的费用都是陆少杰垫付的。半小时后，警察找上了门。这位先生，事情的经过肇事司机已经交代清楚了，司机并没有歪曲事实，主动接受了惩罚。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伤者的情况，只不过当伤者家属赶到的时候，陆少杰彻底傻眼了。这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没错，来的正是苏蓉蓉。此刻她脸上有些慌乱，早已没了往日的从容。陆少杰刚想开口，就挨了苏蓉蓉一记耳光。怎么还打人啊？一旁的交警也懵了。陆少杰，有本事你冲着我来，动我家人算什么本事？苏蓉蓉彻底疯狂了，下午的噩梦还没散去，又突然接到电话说外公被车撞了。要知道她和外公的感情格外的好，世家大族亲情淡薄，而外公是对苏蓉蓉最好的那个人。现在外公出事，又在医院看到陆少杰，难免不会多想。这个纨绔子弟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，简直丧心病狂！陆少杰，我告诉你，我外公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随便吧！大庭广众之下挨了一嘴巴子，要是换做以前，陆少杰早就爆发了。可做了亏心事的他不得不忍了下来，丢下3个字后就走了出去。这位小姐，麻烦你配合我们定案。而此时的陆氏集团办公室里，陆爱军脸色阴沉的端坐着，旁边站着的是李丽。陆总，具体情况就是这样。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这个逆子，他怎么敢？难怪今天管总打了几10个电话给我。陆总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不过杰少这次没有做错，要是按照既定的计划执行，我们不仅会耗费所有流动资金，还会给万国陪葬。陆爱军没想到结果会这么严重。陆总，这次是我的疏忽，被调做的不严谨，遗漏了最关键信息。这是一场信息不对等的战争，我们必败无疑。政府早已经为国债定调，这一战空头必定全军覆没。可以说，要不是杰少的话，我们恐怕……这臭小子还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自己儿子什么德行，陆爱军再清楚不过。陆总，这一次您是真的误会杰少了。今天杰少的表现令人吃惊。听到李丽如此夸赞陆少杰，陆爱军的脸色也是缓和不少。都说虎父无犬子，陆爱军自然也想儿子能够出人头地。这臭小子就知道瞎搞，最后为什么要和万国赌气？就算不守，万国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现在好了，把自己都搭进去了。陆总，一切都在杰少的预料之中。杰少说过，两者相比取其轻，政府不会不顾散户的死活。而且杰少也说了，他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救世主吗？话虽这么说，但是陆爱军的脸上却出现了骄傲的神色。臭小子人呢？实话实说，在医院好像是遇到了交通事故。侧呢？这臭小子一天不闯祸就闲得蛋疼。怎么还没打够吗？你不会躲啊？苏蓉蓉的回答让陆少杰一滞，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算了，这是我欠你的，毕竟下午的事情历历在目，尤其是苏蓉蓉那火爆的身材，完全看不出啊，那盈盈一握的纤腰配上……等等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苏蓉蓉此刻心情也是异常复杂，刚刚从交警那里得知了全部经过，是他误会陆少杰了，要不是他，自己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外公了。我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我不知道他是你外公，算我欠你的情，不过一码归一码。苏蓉蓉，如果我真是被设计的呢？我不知道。短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情，就算是苏蓉蓉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要不咱们先想清楚。当然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，到时候要杀要剐都听你的。陆少杰自以为很帅的笑了笑，可脸上的巴掌印却有些滑稽。倒是没想到，无意中的善举倒是给自己争取到了不少的时间，至少这段时间内，苏蓉蓉应该暂时不会报复了。罪恶值下降中，当前罪恶值1109193，完成救人任务，奖励老子无悔，奇异精通。系统奖励这玩意儿有啥用？难道还让我修身养性啊？臭小子，你又闯祸了是不是？电话里传来陆爱军的声音，陆少杰有些感动。上一世父亲为了保下自己放弃了所有，自己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说，他就撒手人寰了。说话是不是闯祸了？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什么解决？解决了怎么还在医院？你人有没有事？要不要让司机过去处理一下？要是搁在以前，陆少杰只会嫌父亲啰嗦，可此时听起来却是感受到了其中深藏的爱。不用了，那就赶紧回来，别整天闯祸。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现在就回来。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？全程没有顶嘴不说，竟然就这么乖乖回来？不对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小子肯定有所图谋。李丽，今天下午的事情仔细和我说说，不要遗漏任何细节。魔都第一纨绔撞见前世妻子被羞辱，不顾一切挺身而出，本不想打扰的他，还是闯进了他的生活，却没想到什么？你不认识他？重活一世，陆少杰还是第一次踏进自家别墅。来一根不？这算是神仙开局吗？还是第一次给我递烟呢？我不会哦，你在外面可不是这样，逢场作戏罢了。不会挺好，说说吧，今天为什么要自作主张？李丽没向你报告吗？我想要听你的解释。其实大差不差。翅膀硬了。
当然不是，只不过现在的商战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还是第一次父子俩可以静下心来对话。陆少杰的改变，陆爱君还是非常满意的。这小子以前见到我就腿软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能在我面前侃侃而谈。都说男人长大只在一瞬间，看来这话还真是没错。那最后8分钟你又怎么解释？原本陆氏集团可以大赚一笔，由于你的贸然接盘，导致我们损失了2个亿的利润。半个小时前，交易所的处罚决定下来了，万国就不用说，破产重组是唯一的出路。而对于陆氏集团，则是发没了1.4亿保证金，而且最后8分钟的所有交易被判无效。哼，那不是还赚了1个亿吗？哼，你的那点良心，在商界会被吃的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这点小钱，我可以赚回来。盲目自信，口气还不小。这样，毕业之后直接来公司上班，没问题。这就答应了。这才是陆爱君谈话的最终目的。没想到陆少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得亏他准备了好多说辞呢。成立投资部，我来负责。果然有条件。哼，投资部，好大的口气。还有，把李丽派给我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儿子，陆氏今后只能交到我手上。好吧，这点陆爱君还真反驳不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投资部办公室的钥匙，你联系李丽，她会带你去的。果然，姜还是老的辣啊！陆爱君已经提前预判了一切。95年的魔都夜晚灯火通明，位于衡山路上的真爱酒吧，成为了这个年代的时尚聚集地。你来了，老规矩。小弟弟，今晚姐姐请你。怎么想我入赘啊？你要是愿意，我当然求之不得，就怕你老爹杀上门，我这小门小户可挡不住。你可拉倒吧，咱圈子里谁敢得罪倩姐啊？倩姐是这间酒吧的老板，别看她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其实可保守了。陆家生意虽然做得大，但架不住人家有个好大伯啊，正儿八经的市级领导人，要不然一个女孩子家怎么敢在魔都开一间这么大的酒吧？哟，今天嘴巴抹了蜜了，来让姐姐尝尝甜不甜。陆少杰刚侧过头躲避，就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怎么是他？程潇，上一世陆少杰的正牌妻子，与苏蓉蓉同为魔都大学校花。程潇就要低调的多了，每天不是忙着学习，就是打工赚钱。后来陆少杰黑化，重整旗鼓的时候，程潇出现了，成为了苏蓉蓉的替代品，最后被阿杰伤得体无完肤。认识啊？同学而已。唉，男人啊，果然都是喜新厌旧的。怎么看人家比我年轻，动心了呗？倩姐你。行了，我也没想到你们会是同学，应聘的时候没留信息。不过这小姑娘挺好的，能吃苦。她家里挺困难的，看得出来。放心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一会给她换个岗位，保证轻松，工资1分不少，行了吧？我欠你一个人行。既然我这么好，那就考虑我呗，我的杰少。放开我！你装什么清纯？干这行很累吧？不如跟着我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敢打我？对不起。光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我要你赔我。我赔。你说多少钱？嘿嘿。谁要你的钱了？大爷是要你陪我睡觉。突然一个啤酒瓶砸来，男人直接蒙圈。你特么谁啊？敢坏老子的好事？给你醒酒，别客气。你特么知道我是谁吗？看来还是没醒。老板呢？生意还要不要做了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又是一瓶子下去，纨绔子弟什么时候讲过王法？报警！看来是酒醒了，那就赶紧滚吧。我是这里的客人，你凭什么？杰少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敢欺负我的员工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倩姐的背景摆在那里，男人连狠话都不敢说一句，灰溜溜的逃了，真没意思。怎么还不尽兴？感觉就是在欺负老实人。3瓶啤酒，一会儿算在你账上。老板，谢谢你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那应该怎么处理？倩姐的问题彻底难住了程潇。是啊，要是再来一次，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笨蛋，动手啊！老娘最看不惯男人用强了。放心，出了事我替你兜着。没办法，谁让程潇长着一副祸国殃民的俏脸？这不，就连杰少都要替他出头了。怎么不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同学吗？什么同学？程潇是真的不认识陆少杰，虽说他的名气很大，但程潇不是在打工，就是在打工的路上。你不认识他，这算什么？霸道总裁爱上小白莲，纨绔子与校花不得不说的故事吗？没看出来啊，臭弟弟玩得挺嗨呀。老板，我没什么，相王有意，神女无情，挺好。别乱说，一会吓到人家了。上一世陆少杰亏欠了他，重来一次，他宁愿与他没有交集。行了，今天给你放假，回去好好准备一下，明天过来帮我管理酒吧，工资从1200提升到2000，行了吧？陆少杰没有理会，径直出了酒吧。今天的事早就谈妥了，至于遇到程潇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有趣，臭弟弟，老娘是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。
陆少杰，我是来陪外公做检查的。我知道啊，我也是来看病人的，毕竟是我送来医院的，我关心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送礼啊！苏蓉蓉的外公退休之前也是干部，虽然只是厅局退休，但为人清廉刚正，怎么可能接受陆少杰的礼物？在苏蓉蓉看来，陆少杰就是个无耻之徒，还在打自己的主意。对了，我昨天托朋友找到了心血管方面的专家，已经联系上了，对方倒是有时间，你看安排在下午怎么样？陆少杰，请你搞清楚，我外公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开玩笑，请专家，难道我苏家请不到吗？这里是魔都，苏家的手伸不进来吧？苏蓉蓉无语了，主要是陆少杰说的在理，只是没想到被他想到了前面，有些不服气。无赖 ，baby， 无耻小人。陆少杰，我警告你，进去别乱说话。贫困少女母亲病重，相求医院多宽限几日，不料却被黑心医生裹挟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出手了。外公，我来看你了。这一声外公叫得如此自然，再一次刷新了苏蓉蓉对陆少杰无耻的认知。你是？你给我起开！蓉蓉，你来了，这位是？我同学，不是太熟。哦，同学还不太熟，所以带着礼物来看我，真当外公是老糊涂呢。你想哪里去了？这家伙简直就是狗皮膏药，好不好？赶都赶不走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个不好意思，叫顺口了，口误啊。小伙子，不妨事，坐下再说。听蓉蓉说，外公查出了心脏问题，正好家里长辈认识这方面的专家。哦，在我面前展现人脉，到底是年轻人不够稳重啊。不着急，小伙子多大了？家里几口人啊？房子车子都买了吗？在哪里工作啊？苏蓉蓉的外公是检院退下来的，这一连串的问题却问出了魔都某爵的既视感，直接把外孙女给看傻眼了。恰巧这会医生来了。哟，小伙子是你啊，梁局长，你们认识吗？老爷子，就是这个小伙子把你送来医院的，万幸，要是差一步可就真无力回天了。梁老爷子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打听了一圈的救命恩人，竟然就是这小子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一点点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蓉蓉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？我有机会说嘛，你俩一直有对白呢，就我狂飙潜台词。小伙子，刚刚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没想到你还是蓉蓉的同学，这也太巧了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好了，先别聊了，一会要做检查了，先做个造影，看看堵塞的面积。等一会吧，我请了一位专家一同参与治疗。专家？什么专家？医生的脸色突然有些难看，这不摆明了质疑医院的实力吗？可碍于老爷子的身份，又不好直说。其实心梗的话，治疗手段都差不多。艾教授是心脏方面的专家，应该还是可以帮上忙的。艾教授？哪位艾教授？新华医院的艾教授啊。您说的是艾院士啊？这一下可把医生吓得不轻。艾院士是何等人物？那可是国内心脏方面的权威，堪称泰山北斗的存在。那太好了，就这样，您稍等，我把咱们主任喊来，他可是艾院士的学生啊。小伙子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？应该的，正好有熟人。苏蓉蓉更加懵逼了，总感觉自己是多余的。外公别聊了，一会要检查。再说了，陆少杰还有事，要不……小陆，你还有事啊？可惜了，要不下次再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那再聊会。行，我也想听听外公当年的光荣事迹。在苏蓉蓉那能杀人的眼神中，一老一少又聊了快半个小时。外公，你的高冷呢？平时不是不拘言笑吗？怎么全变了？不用担心，看外公的精神头不错，应该问题不大，交给艾院士就行了。那是我外公陆少杰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还有，别以为你这次帮了我，上次的事情就能扯平了。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等我查清楚了，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陆少杰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害怕苏蓉蓉因为酒店的事恼羞成怒，陆家还经不起尹氏大家族的折腾，所以特意昨天去找了倩姐，通过他大伯的关系找了艾院士。医生，求求你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，不要终止治疗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我一定尽快筹钱。又是他，为什么程潇会在医院筹钱？筹什么钱？上一世的这个时候，陆少杰和程潇并无交集，也从未问过他的过往，一门心思只放在了苏蓉蓉身上。张主任，你再宽限几天，我马上就能发工资了。你也知道，医院也有医院的规矩，我们之前已经破例宽限半个月了，上面也已经发话，必须要结清医疗费用。你也别为难我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去找领导求情，你应该知道地方的。此刻的程潇一脸绝望，领导的那间办公室，他知道意味着什么。可母亲要是得不到救治，怕是这周都撑不过。思绪再三之后，他还是鼓足勇气进了财务室。陆少杰摇了摇头，直接走了，实在是不想再与他有过多牵扯。只不过好像自己遗漏了什么重要信息，直到坐上车子，脑海中才闪过一道霹雳：卧槽，不好！哟，是小程啊。金科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要打扰你。你看看你说什么呢？快过来。金科长，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一些，张主任已经和我说了，你母亲已经拖欠了医院半个月的治疗费。虽然我也很想帮你，不过院部刚刚下了新的规定。金科长，我知道我给医院添麻烦了，不过还请金科长宽限几天，我马上就要发工资了，我一定可以还上。
宽限嘛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医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再说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是不是要表示一下？金科长眼中的那股邪气已经隐藏不住了。4年前见到程潇的时候，他就心生龌龊，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。不要，金科长，我一定可以及时补上治疗费用的。不，医院凭什么让你欠钱？医院又不是搞慈善的。程潇，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从了我，要么现在就带着你妈滚出医院。你就不怕我举报你吗？举报你大可以去试试啊，看看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。小宝贝，别犹豫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金科长再也忍耐不住，想要直接用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办公室的门被踹开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祖宗！沙滩般大的拳头，雨点般的来。金科长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陆少杰摁在脚下。上一世程潇从学校消失过一段时间，1周之后才重新出现在学校，然后整个人都变了。2人在一起后，陆少杰曾问起过此事，可程潇总是沉默以对。最后还是陆少杰找人暗中调查，知道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混蛋。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个配角，小配角。直到保安赶来，金科长已经被打成了筛子，而程潇则是蜷缩在角落里，很明显是受到了惊吓。别怕，是我们见过的，我是你同学，现在没人可以伤到你了。在陆少杰的柔声相劝下，程潇总算是松了口气，大声哭了出来。报警！听到金科长要报警，程潇下意识地看了下陆少杰，眼中满是不安。没事，有我呢。他直接拨通院长的电话，平静地将情况叙述了一遍，吓得院长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金科长谁不好惹，偏要惹上这一位。第2个电话，陆少杰打给了李。杰少，你知道不知道打扰一位女士的美容觉是相当不礼貌的一件行为？我要找律师。什么？现在？你说呢？杰少，要律师的话，你找公司法务部，要不我把号码给你。帮我安排，让他半小时内赶到华山医院，就半小时。什么？碎了？你确定？李助理，这恐怕会有点麻烦，这伤势已经达到量刑的级别了。废什么话，让你们来是干什么的？这叫正当防卫，懂不懂？再不济，这也叫见义勇为。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必须要赢。一开始李丽还以为是陆大少又在作威作福，赶到现场才知道自家少爷这次代表的是正义。这个金科长就是个人渣，经常用这种手段来逼迫女性。要是换做自己，那也会毫不犹豫踢碎他。要不咱们和解吧，毕竟对方也见不得光。和解的话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杰少的意思非常明白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对方一定要罪有应得。做不到的话，你们自个去向陆总解释去。我们明白了，一定努力。对不起。程潇没有想到自己给陆少杰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要是他没有出现，自己的结果恐怕没什么，我欠你的。丽姐，麻烦你一下，一会送她回学校。李丽一脸无奈，你欠人家的，为毛使唤我使唤的这么顺手啊？不过你杰少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？这小姑娘长得蛮好看的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居然不知道珍惜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就算是别人，我也一样会出手。世界本就破破烂烂，总要有人缝缝补补。陆少杰的一席话，像是有种魔力一般，让程潇浮躁的心安静下来。就在李丽要送程潇离开之际，一道声音传了过来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苏蓉蓉也没想到，自己故意守着外公睡着之后才走，就是为了避免陆少杰在外面等他。结果刚出来又见面了。程潇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医院，而且眼睛还红红的？果然是无耻渣男啊！刚刚还在我面前献殷勤，结果转头就欺负其他姑娘。面对苏蓉蓉审视的目光，程潇却是习惯性的低下了头，好像是躲避一般，给人一种被抓现行的错觉感。2人同为魔都大学的校花，自然是针尖对麦芒。我正好要回学校，一起吗？哼，陆少杰，你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啊！哼，我好像是闻到一股酸味呢。哼，收回我刚刚的话，你陆少杰就是没脸没皮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狗改不了。等等，这个比喻似乎不太恰当。苏蓉蓉同学，程同学，听我一句劝，离他远点，小心保护自己。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你也要回学校吧？正好一起。场面转折太快，李丽明显有些跟不上节奏，原本还等着吃瓜呢，没想到二女就这么走了。杰少，你就不打算追上去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不怕误会吗？这要吃醋就好了。陆少杰可有自知之明，要是苏蓉蓉吃自己的醋，陆家的危机就彻底解除了。明天我去公司上班。这么急吗？不是是怎么知道呢？万一不合适呢？那就回去1个月。如果你觉得跟着我没前途，随时回去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不过我可从来不是什么君子。李丽不得不承认，她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个纨绔少爷。人员选定了没有？一共20人，选是选出来了，不过大家积极性不高。哦，不看好我？或许有其他的顾虑吧。通知部门所有人，半小时之后会议室开会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有顾虑，不过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熟悉你们的顾虑，我要的是100%的投入。废话我不想说，投资部的未来你们会看到的。李丽，我们现在有多少资金？陆总给了2000万的权限。才2000万？陆少杰眉头不由一皱。要知道这一次的国债事件，陆氏集团前后赚了2个小红标。杰少，陆总也是顶着压力的，毕竟投资部刚成立，不少高层还有顾虑。目光短浅而已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李丽，给你个任务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用最短的时间给我联系上电信集团的高层。
电芯，可是我们集团是靠贸易起家，目前涉及的业务仅限股市与房产，贸然进入电芯行业，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而且电芯行业都控制在官家手上，民营不可能参与其中。办不到吗？可以联系，不过恕我直言，那就去联系。还有，安排3个人，准备1周后出国考察。考察什么？李丽彻底懵了，杰少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啊？陆氏集团的资本都在国内，国外根本没有涉及。在他看来，陆少杰此举完全是在瞎搞，而会议室里的这群人完全是在云里雾里。其他人，给我收集目前市面上手机行业的相关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3天内给我报告。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，会议解散了。李副总，这别问，杰少都已经发话了，自己分配工作，我只看结果。陆少杰走得轻巧，可烂摊子都得李丽收拾，心累坏了。杰少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比我预想的早了5分钟。什么意思？知道你要来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杰少，你今天是在抽风吗？这样质疑自己的直属领导，是不是不太好？针锋相对，颇有一种火星撞地球的既视感。好吧，抱歉，我态度不好。不过又想请问一下杰少，能不能交代一下，您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淡定点，知道为什么要你联系电芯吗？在我看来，挪动和沟通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电芯。没错，但是让你去找挪动和沟通，你有多少把握？这没有。你现在电话费1个月多少？手机话费，陆氏集团报销吗？300，公司暂时不报销，不过已经被陆总提上日程。要知道95年的今天，全国平均工资才多少？还没突破500大关，李丽的手机费用都要接近300。你看，手机资费不便宜吧？杰少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的确，手机通讯费是不低，而且还是双向收费，每分钟5毛钱。就算是李丽这样的高管，在手机联系的时候，也是尽量长话短说。可这和陆氏有啥关系？如果能够把通讯费打到固话水平呢？这不可能，杰少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？PHS 什么意思 ？Personal Handy Phone System 翻译过来就是个人移动通信系统，更好的理解就是手持无线电话系统。不还是手机吗？不，手持是无线电话系统，顾名思义就是无线固话。可是你所谓的手持是无线电话系统，国内好像没有。废话，要是国内有还出国考察什么？不可能的，杰少，还是刚刚那句话，国内的移动领域在官家手上，私人不可能承接。别说陆氏集团了，就算是找到更高级别的领导，也没有商量的可能。别着急，性子还不够沉稳啊。我只是觉得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上。你忘了我让你做的事？联系电芯。没错，就是电芯。挪动刚从电芯剥离出来，此时电芯迫切的想要发展移动端业务，但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牌照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。可是杰少，电芯好歹是官企，与民企合作的例子不多啊。你想说他们高高在上？难道不是吗？那是因为别人手上没有让他们心动的砝码。那你又凭什么认为他们会看上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。陆少杰的自信让李丽陷入沉默。要是他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对于陆氏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。可是技术的来源是本岛的通信巨头 NTT。不现实，要真像你说的这样，对方又怎么可能把技术转让给我们，而不是选择自己进入国内市场呢？很简单，他们没钱 ，NTT 空有技术，可对于他们来说，从一开始的研究方向就错了。在我看来，手持是无线电话系统，可作为市场空档的过渡期，但是整体研究方向却是走错了路。我更听不懂了。不需要你明白这些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手持是无线电话系统，是目前最适合国内市场的。至于凭什么说服 NTT， 那是我的事情，你只需要搞定电芯高层就行。我可以试试，但结果不敢保证。那是你的事情，我只看结果。你可是特助，难道就这点能耐吗？